曾经在东北强盛一时的西族，鼎盛时有100万人口，是如何在一夜之间被消失的？西族最初被叫做库莫西，与契丹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，都是东胡鲜卑宇文部后裔。东晋建元2年，鲜卑慕容部击败宇文部，所以宇文部的残余分子就逃到了松漠间。这批流亡者就是库莫西和契丹的前身。五胡十六国时期，各路豪杰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西族和契丹先后依附过北魏、东魏、突厥、隋朝等政权，并最终臣服于这乱世最后的胜利者大唐。西和契丹因为地处辽西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。如果大唐控制这块区域，向东可以经略辽东，向西可以压制北亚，因此唐朝极力争取他们，目的是牵制突厥和高丽。贞观22年11月，契丹和西族酋长前来归附大唐，李世民于是设立苏莫都督府，给2位酋长赐姓李。随后，李世民在瀛州设置东夷都护，大唐的势力终于扎根进东北地区。从此，大唐进入北线无战事的安稳时期，一直到武皇万岁通天元年5月，因为不满瀛州都督赵文惠的苛刻暴力，西契两部举兵反唐，攻陷瀛州，杀死赵文惠，重新投靠再次强盛起来的突厥汗国。尽管叛乱很快被镇压，但瀛州之乱给大唐带来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。瀛州都督府被迫内迁宜阳，辽西广大地区都脱离大唐的实际掌控。大唐对东北几十年的经营成果消弭殆尽，甚至高句丽灭亡后被安置到瀛州的肃默、漠河及高句丽移民，也趁乱逃离唐军的监管，跑回长白山占山为王，成为唐朝东北边患之一。正是瀛州之乱的发生，令大唐终结了作为天可汗的时代。脚踩2只船的西人和大唐的关系也再次进入时而朝贡、时而交战的摇摆状态。等唐玄宗李隆基掌朝后，重新经营边疆地区，本身具备较强军事实力的西、契丹又一次进入大唐天子的视线。毕竟大唐不可能放弃东北的势力范围，但大唐一口也吞不下西和契丹，所以只能一手武力打击，一手怀柔拉拢。开元4年，暴力的后突厥莫绰可汗遇刺身死，突厥汗国再次分崩离析。西王李大辅和契丹王李师活果断向大唐表示臣服。玄宗下诏恢复饶乐州和苏莫府这2个行政机构，并选了2个宗室外孙女封为公主，分别下嫁李大辅和李师活。这是西和契丹首次被封王，也是首次与唐皇联姻，成为大唐驸马。为了拉拢西和契丹，玄宗也算是下了血本，对酋长们许诺高官厚禄，下嫁宗女，以求能够对大唐输出忠诚。当然，西和契丹不只要向大唐保持忠诚，还要定期朝贡尽义务，并遣送亲贵子弟入朝宿卫，充当质子。拉拢2部的同时，玄宗又以瀛州为据点，在东北重新建立统治秩序。但好景不长，内乱再一次爆发。引发内乱的原因很简单，契丹新王李缩骨想除掉他猜忌的下属可突厥，却被反杀。西王李大辅出兵支持李缩骨，也被可突厥击杀。从开元8年到开元22年，契丹都被可突厥实际掌控。他先后拥立4任契丹王，除1位李煜病死外，其余3位均死于非命。长期内讧导致契丹势力衰落，契丹就此沦为西人的附庸，两族从兄弟关系变成父子关系。按理说，西族应该趁机抓紧机会兼并契丹，但他们偏偏没有出现阿保机式的天降猛男，反而被卷入安史之乱，一个民族就此进入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天宝年间的大唐如日中天，安禄山也靠着杀戮西和契丹而平步青云。安禄山对西和契丹的欺凌蹂躏，始终加剧着双方的仇恨，给这片地区埋下不安定的种子。对西族和契丹来说，情势已经到了今日王一死，举大计一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的境地。然而不堪忍受凌虐的两族奋起反抗，反倒又给安禄山出兵的理由了。可以说，玄宗针对他们执行的拉拢怀柔政策，在安禄山的杀戮下已经全然失败。他们和大唐的关系彻底陷入以血还血的恶性循环，这其中唯一的受益人只有安禄山。随着地位的提高，安禄山的野心也随之膨胀。他效法唐玄宗，利用高官厚禄、收养甲子等手段，笼络收买一番，为他卖命。比如后来赫赫有名的李宝臣、张孝忠等都是西人。当安禄山起兵反唐时，
他的军队中裹挟着大量西族人，这些西人被驱使着，背井离乡为他厮杀，如睢阳之战和长安大会战，都是以勇悍善射的西人为主力。安史之乱对大唐是一场浩劫，对西人也是莫大的灾难。西人的力量正是在这场劫难中受到削弱，即便后来他们看清楚安史的真实嘴脸，从战争中抽身，却为时已晚。随着回鹘的崛起，元气大伤的西人被迫臣服，饱受奴役，再没机会恢复往日的实力。特别是在大中元年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的打击下，曾经豪横的西人一蹶不振，转而被兄弟契丹兼并，丧失独立地位。唐朝末年，契丹人逐渐强盛，终于翻身当爹的契丹人对前爸爸西族非常苛刻，动辄劫掠。辽太祖阿保机的父亲、叔叔以及阿保机本人都有伐西的赫赫功勋。作为被征服的民族，西人并不是毫无反抗。辽天赞2年，东西就有个酋长据守剑柯山反辽，但很快就被歼灭。从辽太祖到辽圣宗的近100年间，西族的自治权被一步步剥夺，最终完全纳入政权体系。丧失权力的西王看着好像很憋屈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不管契丹皇帝对西人如何打压防范，都不能掩盖西族在辽国的超然地位。在其他民族面前，被拟于国族的西人依旧是契丹人的好兄弟、好帮手，就像蒙古人倚重色目人一样，西人同样被契丹人倚重。契丹立国的200多年里，不管是创业、拓疆、守城、镇压反辽起义军、抗击金军等等，都活跃着西人的身影。辽天庆4年，女真人完颜阿骨打起兵，拉开灭辽序幕。面对庞然大物一样的辽国，阿骨打很注意分化瓦解对手。他在起兵之初就打着不滥及无辜的旗号，说女真渤海本是一家，借此拉拢分化渤海人。在战争中，更是一手军事打击，一手怀柔招降，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，把朋友搞得多多的，把敌人搞得少少的。战斗力强悍的西人，正是他争取的重中之重。毕竟在辽国风雨飘摇之际，有很多西人都坚定站在抗金第一线上，必须得分化他们。因此，阿骨打屡次颁布诏书，展示他的宽容和仁慈。有些西人贵族眼看契丹朝廷不断溃败，前路渺茫，只好率部降金，像900西部的萧宝、西王乃烈的后裔萧绎等等。也有兵败被迫投降的，像西王萧遐谟等。特别是萧遐谟，在中京失陷后屡败屡战，在无力回天之下被迫投降。但这不过是貌合神离的媾和。当萧干竖起大西国的旗帜时，西人又立刻反了金人。萧干是西王的后裔，他的人生履历非常丰富，简而言之就是一生都在和金人死磕，曾经被俘，又被他从战俘营里逃了出来，继续抗金。金军进逼南京时，由于深感辽国契丹的猪队友太拖后腿，萧干终于干不动了，选择辞职回家继承家业，带着追随他的西人和渤海人回西王府称帝去了。辽宝大3年正月，萧干建立大西国，自称神圣皇帝，改元天父。这是西族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权，也是西人最后的辉煌。大西国的建立让西人们欢欣鼓舞，据守观望的纷纷响应。投降金国也降而复叛，担心西国和辽国残余势力呼应的阿骨打迅速发出最高指示，尽量控制西国对其他西人的影响，不要使其蔓延。随即又开出优厚条件招降萧干，被萧干果断拒绝。有人建议攻打萧干，被阿骨打否决。他认为西国不过是据险固守的乌合之众，只要他不出掠，就不必攻讨，等他自毙。的确，处境尴尬的萧干很快就缺粮了。当年6月，萧干率部众离开剑柯山，向南觅食，被常胜军郭药师击败。8月，萧干与郭药师再战于封山，萧干又败，被部下耶律阿骨折等人杀害。昙花一现的西国仅存在8个月就灭亡。2年后的今天会3年2月，天祚帝被金人俘虏，辽国灭亡，版图并入金国。不管是契丹人、汉人、渤海人，还是西人，都成为金国治下的子民。立国初期的女真贵族还颇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身的文化水平焚书坑儒，不好意思干文化工作，只能拉拢那些移民为己所用。身为移民一员的西人，和契丹人相比，更受女真人信任和倚重。金世宗继位前，女真人对西人的态度是信任重用，极力拉拢，努力把他们和契丹人拆分开。西人们也尽力回报，
在金国的扩张和发展中，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到海陵王在位时期，他一向以天下主自居，并不计较臣下的民族和出身，因此他成为任用非女真官员最多的金国君主。西人在海陵朝廷就出现2个宰相，即萧玉和萧玉，还有萧怀忠，官至诸金留守。但随着海陵南侵被金世宗背刺，以及契丹人一腊窝窝大起义，西人也遭到歧视排斥。金世宗对参与契丹人起义巨降的西人进行血腥镇压，尽杀其男子，以其妇女同奴分给诸军。除此之外，金世宗还有意识地对西契丹实行同化政策，侵蚀他们的聚居地，强行驱逐一个地方的西人到其他地方生活，逼迫他们的人与女真族通婚，潜移默化让他们接受女真的民俗。从杀戮到分化、同化的政策执行得很成功，到金王元兴之际就没有西族这个名称了。活跃了近1000年，一度在东北称王称霸的西族，就这样从历史舞台上退场。而纵观历史的长河，曾经一度闪耀而最终消失的民族还有很多很多。